传统战法失效，乌俄战争已经彻底改写战争形态。当前的乌俄战场，我们已经看不到大规模的装甲集群在战场上横冲直撞，也看不到成群结队的炮兵部队在战场后方放烟花。地面战场之上，乌俄双方的进攻都是以突击小队为主，附近还有无人机负责侦察、打击，飞行员驾驶战机在目标上空丢炸弹的场景也一去不复返。至于海上作战，乌军自杀式无人艇将俄军黑海舰队赶出黑海，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乌俄战争是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陆军、空军、海军分别有什么样的变化。21世纪的乌俄战争打成了一战时期的堑壕战，没有钢铁洪流，没有地毯式轰炸，也没有导弹洗地，只有一群士兵互相埋地雷、挖战壕，再扔几个玩具飞机。类似的说法，火力军已经不止一次的看到。对此，火力军只能说，乌俄战争看起来的确像堑壕战，但并不是一场低水平战争。与此相反的是，在人类军事史上，乌俄战争绝对是那个重要标记的战争，作战水平碾压一战、二战，已经彻底改写战争形态。堑壕战的本质就是攻击强大到了发战即摧毁，这就导致进攻集结成为高风险行为。这个时候，蹲在战壕里面等对面突击就是最佳选择。乌俄战场上也是如此，无人机的出现与信息化作战，使得少部分士兵控制了大范围战线，战争变成了双方拼无人机、炮兵组成的火力网。之后，少量士兵越过火力网执行突击作战。不过，也正是因为信息化作战与无人机，传统战法已经失效。在乌俄战争之前，双方的前线大约是一个宽度数百米到1-2公里的狭长地带，可以直接用肉眼射击。想要休整时，部队只需要行军500米或者1公里，就可以从前线退到有掩体的二线。只是乌俄战争爆发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双方的作战范围大幅度扩大，传统战法也因此失效。就这点来看，乌俄战争就像是一场关于战术教科书的全面改写。装备侦察设备与高精度武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成为战场的主角，这就导致前线的宽度延伸到10公里到15公里，前线、后方与大后方的概念已经模糊不清，无人机的航程之内皆是战区，这就导致以往的传统战法受到一定的影响。前线作战的士兵不能依靠传统的轮换机制来恢复战力，伤员的转移也变得很难，任何暴露在开阔地带的车辆都会被敌方无人机摧毁，连带着大规模的装甲集群与火炮洗地模式也逐渐被抛弃，只要进入作战区域就会遭遇无人机的打击。乌俄战争开始之前，相信各位对俄军的固有印象就是4个字：钢铁洪流。将大量的机械化步兵与坦克部队在空军以及陆军航空兵的协同下共同推进。这种作战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编制规模庞大，需要师级、军级乃至集团军级的配合。只是俄军在进行师改旅之后，内部没有那么大的编制，加上后勤方面的问题，无法进行装备集群式作战。不过在乌俄战争初期，俄军还是进行了一场类似钢铁洪流的作战，也就是2022年进攻基辅。这个时期的俄军发动装甲集群式攻击，在战法上没问题。乌俄战争刚开始，俄罗斯便效仿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举动，对乌军的指挥中心、通讯中心以及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虽然俄军的空降部队夺取机场失败，但的确破坏了乌军一部分的网络与通信设施。加上彼时的乌军空军实力较弱，地面部队的装备也比较老旧，这种大规模的攻击加上穿插式作战，可以保证进攻速度。俄军之所以失败，那是后勤问题。但是等乌军大规模使用星链与无人机之后，这种战法就被彻底丢进垃圾堆里了。由于作战范围的扩大，以及无人机24小时在天上巡逻，进攻部队在进入对方防守范围之后就会被发现，别说装甲集群了，就算只有一辆坦克刚进入战区，都会遭到无人机的打击，根本无法抵达敌方阵地。同时，当前的单兵反坦克导弹也足以摧毁坦克。与二战期间步兵对坦克束手无策不同，在乌俄战场初期，乌军步兵仅凭单兵反坦克导弹便硬扛俄军的装甲集群，炮兵部队也有类似的问题，无法为地面部队提供直接支援。无人机的出现导致战场极其透明，火炮需要在一个足够隐蔽的阵地开火，
并且在开炮之后需要更换一个位置才能继续，否则反炮兵雷达在几秒之内就能侦察到开火位置。也正因如此，以往进攻时每公里装备几百门大炮的情况也一去不复返。大家现在追求的是精准打击，打完就跑。至于地面部队的推进，乌俄双方追求的都是突击小分队，这也是乌俄战场主要的作战方式。当前的乌俄战场，装甲集群突击的威力大幅度下滑，坦克、步兵战车成为配角，精锐步兵班的战术价值增加。一个10人左右的战术单位，利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并调动装甲单位、火炮，就可以轻松摧毁敌方阵地。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军方公布了一份战术手册，概述了乌军第23机械化旅的作战方式，其中就有关于突击小分队的配置。一般情况下，乌军的突击队由20名成员组成，分为4个小组，每个小组5人。在这5个人中，必须包括1名机枪手和1名无线电操作员。榴弹发射器的操作人员数量则根据情况而定。实际作战时，前2个小组为突击小组，负责隐蔽推进，与敌方交战，完成任务后占据阵地。第3个为战术巩固小组，顾名思义，巩固突击小队夺取的阵地。如果最初的攻击失败，则负责提供增援或掩护突击部队撤退。第4个则充当战术预备小组，如果成功夺取阵地，那就继续向前，扩大进攻收益；如果敌方预备队接入，那就准备反击。在俄军的战术手册里，强调了乌军这一战术的成功。之后，俄军攻击乌军阵地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比如阿夫迪夫卡之战，俄军采用了滑翔炸弹执行对点攻击，地面部队则采用小组作战模式进行短程突进，每组的成员甚至就2到3人。在当前的恰索夫亚尔地区，俄军也是这样做的，只是缺少了滑翔炸弹的打击。这种作战方式像是一场精细的外科手术，先使用火炮、无人机划开皮肤，之后使用各种小型器具进行内部操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战术虽然好用，但是极其考验指挥官的水平，并且需要极其敏锐的战场直觉。毕竟这些与军校中所学的经典战法完全不同，即使是已经服役几十年的老兵，其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也仅仅只有一小部分适用于当前的乌俄战场。如果用不好，那就是让步兵当炮灰。比如在当前的库尔斯克方向，俄军由于缺少装甲车辆，不断发起步兵攻势，但是这些步兵在发起进攻时没有任何支援，只能算是充当炮灰填线。俄军第810旅都快被玩坏了，这点我们之前聊过。俄军的战场指挥官大多仅关心自己的前程，变成这样也无可厚非。使用突击小分队属于乌军2023年进行反攻时的策略，现在进入防守，战术也有一定的改变。从当前的战场中能看出来，乌军当前的策略就是利用掩体，使用无人机与地雷抵御俄军的攻势。可以说，乌俄战争之所以会颠覆传统战法，最大的原因就是无人机加信息化。当前的乌俄战场，除了传统的无人机侦察攻击之外，还可以矫正炮兵的精度，甚至是搭载铝热剂、化身喷火机，也能挂载步枪或者榴弹发射器，承担传统步兵执行的任务。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无人机部队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兵种，并成为战场的主力，就像之前的装甲部队与空军那样。目前，乌克兰已经成立名为无人系统的新兵种，俄罗斯也有这个讲法。至于空军与海军，虽然对战强度不如地面部队，但是也有一定的改变。在乌俄战场之上，有人认为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空军只能跟小孩做一种。说实在的，这话真有点道理。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之所以可以取得那么大的成果，主要是实力差距太大。伊拉克对战30多个国家的确是打不过，加上美空军太强，导致战局一面倒。但是在乌俄战场之上，战局太大，俄空天军无法取得制空权，遮蔽所有战场也不太现实，这就导致战机对目标进行打击时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北约接连援乌防空系统已经大幅度强化乌军的防空能力，如果战机进入乌克兰大后方，估计就回不来了。俄空天军在损失多架战机后才明白，只能挂载防区外武器，对一些战略要点进行打击，或者是挂几个滑翔炸弹，在前线进行定点打击。只有5代机可以承担进入对方大后方的重任。不过苏57的问题，各位也都知道，隐身能力堪忧，即使出动也需要带几个小弟护航。于是，当前的乌俄战场，空军的存在感被大幅度削弱，甚至不如无人机好用。乌军接连袭击俄本土，用的就是长航程无人机，
虽然威力一般，但是架不住无人机便宜，打击频率高。至于海上作战，同样是以无人装备为主。乌俄战争中，或许是乌军海上实力太弱，我们想象的军舰互相发射导弹、飞机起飞丢反舰炸弹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自杀式无人艇、无人机成为主角。凭着无人装备，乌军成功将黑海舰队赶出黑海。各国目前也都在发展海上无人艇，甚至是无人盾舰。未来海上作战，无人艇也将成为主角。据中时新闻网报道，叙利亚反抗军成功伏击从霍姆斯赶来的阿萨德援军后，大部队继续向南推进，已从3个方向包围了哈马市，并与该地的阿萨德部队爆发了激烈战斗。而为了应对反抗军的攻势，阿萨德将士兵薪资提高了50%，试图借此提升部队士气。但从当前局势来看，这种奖励措施的效果很是一般。因为有传闻称阿萨德仍旧不敌反抗军，现已撤出了哈马市。随后，阿萨德对此予以反驳，称此举只是为了保护当地民众而采取的战略性撤退，并非传闻中的不敌反抗军。阿萨德自认为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却从侧面证实反抗军确实已攻入哈马市。在攻入哈马市后，反抗军控制了哈马军用机场以及多个阿萨德军事基地和据点，在一番整顿之后即可继续南下。纵观反抗军此轮攻势，仅用数天时间就成功拿下伊德利卜、阿勒颇，如今哈马市也被攻占，可谓是战绩显著。反观阿萨德方面，由于反抗军前期攻势太猛，导致其重要基地丢失，目前俄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只能选择反复轰炸。反抗军位于叙北3省的后勤设施，从塔尔图斯军港撤离的俄戈尔什科夫护卫舰也从地中海向反抗军发射了多枚口径巡航导弹，试图阻止反抗军的推进。但由于俄罗斯与伊朗无法派出地面部队，仅凭阿萨德部队残余真主党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应该很难遏制反抗军的推进。总的来看，在没有重大外援的情况下，阿萨德已从阿勒颇撤离到哈马，如今又从哈马撤离，接着应该就是霍姆斯。至于到大马士革，恐怕也要不了多久了。与此同时，媒体还公布了自反抗军推进以来，阿萨德在所有战斗中的战损情况。据中时新闻网报道，在新一轮叙利亚混战中，反抗军仅用了数天时间，就让阿萨德损失了35架军机、154辆坦克，以及尚未确定具体数量的步兵战车和防空系统。其中，在军机方面，阿萨德损失24架 L-39 教练机、9架米洛23战机、1架运输机、1架阿巴比尔3无人机。在坦克方面，阿萨德损失64辆 T55 坦克、21辆 T62 坦克、51辆 T72 坦克、5辆 T90 坦克，以及4辆不明型号的坦克。在战车方面，阿萨德损失79辆 BMP-1 步兵战车、1辆 BMP-2 步兵战车。此外，包括 BRM-1K、BRDM-2、BTR-70、BTR-80、MTLB 等在内的装甲侦察车、运兵车以及工程车辆，也有多辆被摧毁。在火炮方面，阿萨德损失16门 2S1 自走榴弹炮、14辆冰雹火箭系统及数门牵引式榴弹炮，如 D30 和 M30等。在防空系统方面，阿萨德损失了涅瓦河防空导弹系统的 SNR-125 雷达和 48Y6K1 低空侦测雷达，以及山毛榉防空系统、铠甲防空系统等。从数据来看，阿萨德的军备力量损失惨重，再加上其防线不断被压缩，部队士气低迷，整体战力可能会越来越弱。而反抗军则可使用缴获的装备来大幅提升整体战力，再加上去其控制区域越来越大，士气不断高涨，属于越打越强。因此，此消彼长之下，阿萨德的情况已不容乐观。此外，在近期的哈马之战中，反抗军还疑似缴获了一套俄罗斯的 Podlak K1 防空雷达系统，即便在乌俄战场上，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据战区报道，叙利亚反抗军疑似在哈马缴获了一套 Podlak K1 防空雷达系统，该雷达系统是俄罗斯库存中较为现代化的装备之一。其以 CAM-AZ6350 8x8 卡车底盘为载台，可与 S300、S400 防空系统搭配使用，最大侦测范围可达300公里，侦测高度10公里，可同时追踪200个目标，并能进行敌我识别。预计该雷达系统的总价值约500万美元。
目前尚不清楚被反抗军缴获的 Podolak K1 雷达系统到底归属于阿萨德部队，还是在叙利亚作战的俄军部队。但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Podolak K1 雷达系统是从叙利亚最精锐的第25特种部队师，也就是原老虎部队的手中缴获。需要注意的是，同样与俄军作战的乌军部队目前还没有缴获过一套完整的 Podolak K1 雷达系统。不过，至少有2套 Podolak K1 雷达系统或部分组件曾被乌军摧毁，其中一套于今年9月被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当时该雷达系统位于俄罗斯境内；另外一套于2022年7月被乌军制导火箭弹击中，当时该系统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另外，由于在乌俄战场中，乌军曾对缴获的部分俄军装备进行分析，其中一些装备还被运往美国进行技术评估。与这些装备一样， Podolak K1 雷达系统也吸引了北约军事情报机构的兴趣。通过分析该雷达系统，北约可以深入了解俄罗斯先进的防空雷达性能，从而制定反制措施以削弱其能力，还可借此向其提供错误信号，并制定战术来利用其在行动和网络领域中的弱点。总而言之，无论这辆 Podolak K1 雷达系统最终会被如何处置，它都代表着反抗军卓越的战绩。而雷达系统的丢失足以证明俄叙联军战力方面的缺陷，因此只要反抗军继续推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装备，不排除会夺取更多俄罗斯高端装备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叙利亚重燃战火期间，各方也都在密切关注战场局势。俄罗斯方面，据 CNN 报道，俄罗斯正将目前的叙利亚局势与乌克兰战场进行联系。其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里希涅边贾指出，乌克兰军情总局不仅在叙利亚训练反抗军，还为其提供无人机等装备。随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一众官媒也开始公开指控乌克兰，大概分为2方面内容：一是指责乌克兰为反抗军提供使用现代化武器的技术和经验；二是指责乌克兰情报人员帮助反抗军干扰阿萨德部队之间的通讯。很显然，俄罗斯此举是要把当下的叙利亚局势强行与乌克兰扯上关系。除此之外，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对于当前的叙利亚局势，俄罗斯、土耳其、伊朗3国正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内保持密切联系。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方面，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外交部长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面，讨论了叙利亚局势，但具体的商讨结果目前尚未对外公开。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以及众多高层举行会议，对叙利亚局势发展进行了评估。随后，该国发布声明称，以军不允许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附近出现威胁，正在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准备和哈马斯进行新一轮的加沙停火谈判。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将再次进行加沙停火谈判。一名哈马斯官员证实，截至目前，加沙停火谈判已正式重启，但该组织还没有拿到具体的停火协议。此外，该官员还表示，尽管哈马斯方面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其仍坚持要求以军必须完全撤离费城走廊，并立即开放拉法口岸。随着加沙停火谈判重启，卡塔尔也再次恢复调解国身份，但具体的谈判人员及会面细节，目前其并未对外透露。据加拿大多伦多星报报道，该国在北极地区的机场已严重落伍，102条跑道中只有 48% 可供空军的 CC-130 大力神运输机使用，只有 13% 可供更大的 CC-177 环球霸王运输机使用。此外，该国武装部队于2018年至2022年期间，仅在该地区部署约2000名预备役军人和308名武装部队常备军，再加上部署的46个雷达站，仅覆盖了加拿大陆地面积的 40%， 根本不足以应对地区威胁。对此，该国目前已更新了在北极的部署计划，将设立新的北方作战支持中心，并购买新的传感器，建立一个新的卫星地面站，用于全方位的监视工作。除此之外，加拿大政府还承诺，从2022年至2042年将投入386亿美元，以扩大加拿大对于美国共有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贡献。该计划包括新建超视距雷达站，以取代老化的监视设施等。此外，加拿大国防部还将北极确定为应对先进远程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威胁的关键选择。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传统战法还有哪些可以在乌俄战场使用？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